第一次看到秦簡的時候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所有的事文都是很惊奇的，秦代的简牍没发现过，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。众所周知，相傳秦始皇是個暴君，可以說這個暴君形象足足欺騙我們2000多年。要不是湖北小村莊出土了一部《雲夢秦簡》，那麼秦始皇將一直被所有人誤解，並永無翻身之日。就在2015年，湖北因為地下水改造工程中，無意間挖到這部4萬字的史書，怎麼也不敢相信秦始皇一直被黑2000年。就在湖北雲夢縣一處施工工地的枯井裡面，發現了36000多枚竹簡，竹簡上的文字清清楚楚記載的秦國時期各個方面的日常生活，無論是大道法規、徭役賦稅，還是百姓的日常行為等事件。這批竹簡的出土是僅次於兵馬俑後，對秦始皇的又一次重大發現，可以說改變秦始皇對後人的認知。通過專家解讀，這批竹簡清楚地記載了秦國14年到公元前208年的所有事跡，記載內容包括大秦滅亡後不到2年就被滅國的真實場景。那為什麼這批竹簡會被人埋藏在枯井裡面，而一直保存至今呢？又是誰將竹簡編輯成冊留給後人的？我想這才是大家最為關心的。這就要說到編寫竹簡的人物，他就是一名教習的小官員，主要負責記載秦國各種法律的文書。從喜記載的內容來看，他不僅親眼見證了秦朝是如何統一6國的，也見證了秦朝是如何發展經濟和人們的生活狀況。就在208年的某一天，喜還在緊迫地編寫文書，門外卻傳來敵軍殺入古鎮的消息。為了保存好這些重要文件，喜也是不敢多想，直接派人將所有竹簡扔進自家房內的水井當中。所以這些竹簡就一直在水井中留存了2000多年，這期間從未被人發現，至今才被世人發現。那有人就要問了，為什麼竹簡在水井中浸泡了2000多年沒有腐爛？這就要多虧水井完美保護好竹簡的存在。因為水井有14米深，下面的淤泥和水完全阻隔了竹簡與空氣接觸，所以才保存至今。竹簡中詳細記載了秦朝當時戶籍制度，也就是現在的身份證信息，他們稱作編戶名。當然，竹簡中的記載似乎跟史記上有區別。史記上記載秦始皇是位暴君，無論是對待軍隊制度還是百姓的生活，無疑都是十分苛刻，在對待軍隊制度更是十分嚴厲。甚至說陳勝和吳廣的農民起義，就是因為大雨遲到而起兵造反，而竹簡上記載的卻說秦始皇是一位聖君。可以說百姓以及軍隊對秦始皇也是相當滿意，因為在軍隊制度当中，當時秦國有徭役替代兵役的說法，就是說只要去工地勞作就能不去前線作戰，而勞役也可以使用財物來交換。所以說在陳勝吳廣的遲到行為就要殺頭，那純屬顛倒黑白。第一次看到秦簡的時候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所有的事文都是很惊奇的，秦代的简牍没发现过，一字一句都是真實的。湖北小村莊驚現千年竹簡，原本以為是普通的文字記載，卻發現了一個驚人的歷史真相。36000多枚秦國竹簡，4萬多個文字，不僅完美展現了秦國當時的政治面貌，而且顛覆世人對秦始皇所有認知，甚至讓考古專家對歷史有了重新的審視，還驚呼我們純屬被司馬遷給騙了上千年。那我們就一同來看看竹簡中的內容，秦始皇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？而專家看到竹簡後卻說出了這樣一番話。竹簡上講述了一個事跡，就在秦始皇統一了6國後，遠在南中國守護邊城的將領王翦死後，他的屬將趙佗將靈柩回朝。秦始皇來到棺椁旁，直接就哭暈過去。醒來後就把趙佗叫到身邊，問趙將軍現在身體怎麼樣？他說自己身體很好，
那現在鎮守邊疆的主將身體怎麼樣呢？趙佗回復說，他的身體似乎不是很好。秦始皇當時就決定，你趕快回去，如果你的那個主帥死了，你就是主帥，我給你下2份诏書，第1份是封你為主帥，第2份是無論如何你都要守住南中國，就算以後秦國有難，你也不得班師回秦，因為守住南中國，我們華夏民族才能永遠不分散。如果你要班師回秦，那麼也就意味着從此華夏不會再有南中國。秦始皇說，我嬴氏可以滅，我秦國也可以滅，但華夏民族永遠不能滅。這第2道詔書就是，如果士兵都要回秦的時候，你就可以拿出来，把寡人的手谕拿出来。趙佗看完後也是淚流滿面，當即在秦始皇身下跪拜。而後來秦始皇死後，天下群雄逐鹿，不到2年，天下4分5裂，擁有504年的秦國就徹底分崩瓦解。而漢朝雖說滅了秦國，改了國號，但整個國家的制度並沒變更，無論是國策還是州郡縣，包括統一文字和統一的度量衡都沒有任何改變。而漢朝的漢文帝知道趙佗手握50萬精兵，鎮守南中國，也不敢與趙佗對着幹，也就下一封詔書，說你還是當你的南中國越王，只要承認我是漢朝的主體存在就行。這個時候的趙佗並沒有為難漢武帝，而是給大漢皇帝回函說，大漢皇帝陛下，臣在幾十年前答應了一位老人，要為整個華夏民族守住中國的南天門，並沒有想做南越王的雄心霸業，所以不需要你派兵攻打，也不需要你封我南越王。要知道这份奏章依然保存在故宮博物館，這就是秦始皇的大格局。你說對不對？如果沒有秦始皇的統一6國，那麼今天的我們也就像現在的歐洲一樣，開車半小時出國了，所以大秦亡了，秦始皇死了，嬴氏沒有了。我們今天用的制度還是秦國的，我們用的所有社稷都是大秦留存的。雖說秦氏只留下了2代皇帝，但史書總歸是勝利者編寫的，所以在很多史書上的記載並非一定是對的。曾經魯迅也說過，秦始皇是冤枉的，而這36000片竹簡的出土完美證明了這一切。好了，今天歷史解讀就到這裡。如果你也對雲夢秦簡感興趣，就在網上查詢一閱，